好像快下雨，有一点飘啊，可能会下比较大这样。其实母语其实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在家里讲跟在学校讲这两种。那你在学校讲跟家里讲两种，你在家里通常讲中文或台语，然后你在外面可能讲中文，那你就很难双语，所以你要有一个双语环境。所以通常家人他会把你送到全美语幼稚园，或是美国学校这样，然后到了高中毕业之后，他再送到国外去。那为什么不从小就一起到国外？一起到国外，一就是你的家人顾得到，你的小朋友，他比较不会学坏。那第二就是那个母语就是顶多两种，就是你在家里讲一种，你在外面讲一种，就是它会有一个反射动作，人家跟你讲什么，你反射的思考就是直接就是那个语言，那个就叫母语。对，那什么样的语言在你的职场上、事业生涯上比较有帮助？那就是英文嘛，英文最通用。所以如果说你英文是母语，就有很大的优势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会跟小朋友一样，就是移民到国外，或者花钱请小朋友去留学，让下一代去留学？因为母语它就是只有在成长期间有效而已。你到长大之后再去学，就是第三种语言，就是外语。那外语你顶多练到流利，对，流利，然后接近母语，没办法母语，没办法100%母语。所以就为什么这个一定要用成小朋友去？那大人去的话，就是你可能就学一些商业的，对，它就是只有商业用途啊，或者是日常生活用途，没办法说我什么都用那个语言，没办法。所以那个环境很重要，没办法说我语言第三种我也可以母语，第四种我也没有的，没有可能，就是不能这样，不可能。对，母语就两种。那你如果说在台湾，你也可以营造那个环境他去全美语的环境，白天去全美语的环境，但是回到家的时候，那你是用台语或中文，但是你就是到日常生活，你去买东西还是用你原本中文的话，那就没有效果，就很差。对，你要全部的那个环境都有效才有用。这就是为什么说要趁早，如果真的有这个希望的话，趁早。对，否则很难。你只会几个单字在家里穿插，通常第二代就是你的上一代，通常他的母语不是英文，通常不是。所以他就没有说真的融入说让他的小孩养成这个习惯。对啊，你说双语国台语也不错，中台语也不错，但问题是你会台语，老板不会加钱。你就算有台语证照，你老板不会加钱。对，但是有英文他就会增加录取率，然后也有可能加钱。所以我是完全以找工作的角度，以赚钱的角度是双语是中英文比较好。当然你也可以文化的角度，但文化角度赚不到钱，主要还是以赚钱的角度。大部分的父母是这样想，对啊，你的竞争力就是从赚钱开始，从他能不能赚更多的钱去认定他的价值，大部分是这样。对，那文化角度呢，另外一个范畴，就是你不缺钱的情况下，当然可以文化角度，但大部分缺钱，大部分就是为了赚钱去学这个东西。对，所以你不能说我去学什么语言，然后你不能忘记母语啊，这样。当然不能忘记母语，不能忘记台语，但是它就是通常如果说只能2选1，只能一辈子只能选2种是母语的话，通常会希望是中英文，我会希望是国台。让父母有父母的这个期待，这也不能怪人家，这没有对错啊。有些人就是不赚钱没关系，但是台语要会讲，那这是另外一个选择。但是通常如果说有念书的第二代，他不希望他小孩子是中台语，也赚不到钱。